李国士来自香港，港人对吃鲍鱼有着特别的执着。鲍鱼在香港的市场需求非常大，李国士看到了商机。1994年，25岁的他孤身来到鲍鱼王国南非闯荡，开始折腾鲍鱼生意。今天出海的任务是要把培育好的鲍鱼苗放养到海底，让鲍鱼在海底承受海水的压力，促进鲍鱼肌肉的发育。这个海域也是印度洋和大西洋与南极融水交汇的地方，水流湍急，养分丰饶，是得天独厚的鲍鱼产地。根据南非的法律，鲍鱼一定要长到1斤以上才能被捞上来售卖，但这个過程至少需要10年。如果喺岸上面養殖，係會俾到佢一個好嘅環境，係受保護到，但係唔能夠100%做得到嘅就係，始終喺岸上我哋係模擬佢嘅野生嘅天然環境，但係冇嘢好得過佢真係喺海底裏面生活，而呢樣嘢會對個鮑魚嘅本身嘅品質咧係非常之重要。喺個殼上面有好多寄生物，好健康。我就係想見到咁健康嘅鮑魚，咁先好食。鲍鱼被誉为海味之冠，南非鲍鱼是极为珍贵的品种，口感细腻爽甜，纹理繁复精致，是出了名的鲍美人。当地人称它为珍珠之母，香港人则叫它孔雀鲍，因为南非鲍鱼的背面似孔雀开屏。鲍鱼吃什么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鲍鱼的品质。李国士在海岸线采集优质的海藻，回去养殖基地里培育。我檢查下，啊呢個都可以，夠壯健啊！呢啲可以啊。Just put everything back to the paddle pond. Good enough. For the feed. 李国士在鲍鱼不同的阶段给予不同的藻类，达14种之多，这让他的鲍魚有了多層次的鮮味。我希望佢能夠盡快好健康咁樣成長，最快速度去成長。咁我就要俾最好嘅嘢佢。鮑魚佢食嘅食物對佢嘅生長係非常有影響，所以我一定要必須挑選最適合佢哋生長同埋最好嘅食物俾佢哋。咁因此咧，我就要喺海裏邊揾一啲我認為係最好嘅海藻俾佢哋。因为香港人酷爱溏心干鲍，所以李国士和南非本地的鲍鱼养殖户不同，他的鲍鱼专供制作溏心干鲍。鲍鱼的清洗很是讲究，去壳，剪去内脏，放在清水中浸泡和冲刷。鲍鱼的保护色褪去，露出白身，才算清洗干净。多少的盐度和温度去煮鲜鲍，对于制作溏心干鲍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。我喺一個日本師傅嗰度學翻嚟嘅，咁我就將佢嘅技術再改良，因為溏心先至能夠係一隻乾鮑魚最好食嘅終極境界。鲍鱼肉厚，外层风干后形成保护层，细菌不能侵入，其内部便不会腐败。因其内部尚未完全干透，在贮藏过程中会逐渐自溶而形成溏心。这需要干鲍的肉质坚硬，纹理紧密，才能保护和滋生内里的溏心。极品溏心干鲍烹调之后，每一刀切下去都富有弹性，有少许粘刀的感觉，吃进口中带有甜味儿，一口咬下去，糖味将鲍鱼的香味彻底挥发出来，进入口中越嚼越软糯，这是鲍鱼食客追求的最高境界。溏心呢個部分咧，其實係鮑魚嘅靈魂。咁
點解叫佢做鮑魚嘅靈魂咧？就係因為溏心其實就係鮑魚裏邊最重要個部分。唔單止帶俾我哋好好嘅口感，食落去好好食之外，仲係俾最好嘅營養我哋。因為野生鮑魚瀕危，南非政府對鮑魚捕撈有嚴格規定，餐廳想售賣鮑魚都要申請牌照，鮑魚因此身價不菲。这讓有些人盯上了李國士的鮑魚場，下海偷盜的、搶劫鮑魚運輸車的，李國士全都遭遇了。多得好緊要，差唔多每日都偷，多不勝數。這不，李國士乾脆請來了保安公司，全天候保護鮑魚周全。曾經半年內抓獲200多名偷盜分子。今天，李國士在南非的搭檔理查邀請他去家裡做客。50年份的野生大鮑魚切片，有個特別的環節是用木錘敲打，這是為了讓鮑魚肌肉放鬆，使得鮑肉吃起來更加軟糯。理查用南非傳統的波雞火鍋，放入洋蔥、西紅柿、胡蘿蔔、鮑魚片，加入白葡萄酒，酒裡的果酸酶能更大程度地撩撥起鮑魚的鮮味兒。燜蓋煮完，放入各種菇類、忌廉，再放入龍蝦，再燜煮30分鐘。一道充滿南非風情的鮑魚焗龍蝦就出爐了。李國士也不示弱，烤爐上放锡紙，鋪滿粗鹽，將鮑魚帶殼放上去，撒少量鹽在鮑魚腹部，再把锡紙捲起來密封，用鹽分的熱量來烤熟鮑魚。一道中國風味的鹽焗鮑魚，香氣四溢。溏心乾鮑香濃滑爽，理查一家也被李國士影響，愛上了溏心乾鮑。鮑魚的鮮甜和爽滑，衝破輔料的包圍，在味蕾中慢慢蕩開去。鮑魚龍蝦汁成了最好的拌飯醬。洋蔥、蘿蔔、西紅柿、鮑魚、龍蝦的味道在湯汁中融合成了一個整體。李國士，一個曾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，漂洋過海到異國他鄉，在他融合的調味裡，除了鄉愁，還有雄心。對堅毅勤奮的中國人來說，海外淘金，只要肯想肯幹，就是點金之術。僑居他鄉，成就自我，天長日久，竟把他鄉做故鄉。他鄉的滋味雜糅眼前，故鄉的味道源遠流長。